萧长坤被马兰问得整个人慌了神，再加上心虚得很，所以一下子不知该如何解释。叶晨这时候连忙问道：“爸，你是不是这次去韩国文化交流没发挥好，心里不舒坦啊？”萧长坤被叶晨这么一提醒，慌忙点头道：“对，就是没发挥好。”说着，他深深地叹了口气，发自肺腑地愤愤道：“我他妈为这次文化交流准备了很长时间，就想着这次能够在韩国好好的露脸，也给咱华夏，给金陵争光。谁他妈能想到，到了韩国之后，风头都他妈让同团的其他人抢走了，搞得我去这20多天，压根就没找到发挥的余地。我这辈子也没丢过这么大的脸啊！”马兰听到这话，心里信了多半，但还是非常生气地骂道：“你他妈看你那点出息，怪不得你妈你哥你嫂子都瞧不上你，不就是去搞个什么文化交流吗？没搞好就没搞好，丢脸了就丢脸了呗，下次不去了不就行了吗？”萧长坤无比郁闷地说道：“你说的倒是轻巧，知不知道这次出国交流对我来说有多重要？我要是这次办得漂亮，我的后半生都会被改写。现在可好了，让他们别人改写了，我他妈的当了一次彻底的陪跑。”马兰眼见萧长坤窝窝囊囊的样子，就打心里来气，愤怒地骂道：“我他妈不管你在韩国丢了多大的人，现了多大的眼，你今天晚上必须把这个客厅给我收拾得干干净净，一尘不染，不收拾完你就不要睡。要是我明天起来闻到一点烟味儿，看到半个烟头，我要你好看。”说完，他气恼地拨弄着轮椅的操控杆进了电梯，上楼回自己房间去了。萧初然也忍不住抱怨道：“爸，你说你也真是的，你在书画协会本身就是个兴趣爱好而已，就算出国交流没发挥好也不要紧，怎么还把自己搞得这么颓废呢？你知不知道你一个人在家里头抽这么多烟，喝这么多酒，很容易出意外的。我们都不在身边，万一你有个3长2短的怎么办？连个替你叫救护车的人都没有。”萧长坤郁闷地说道：“你不懂，我这心里烦闷得很，要是不抽点烟，喝点酒，我整个人就得抑郁症了。”萧初然还想说什么，叶晨这时候连忙提醒道：“老婆，妈一个人上楼了，她腿脚不方便，你还是过去看着点，看看她有什么需要照顾的，帮忙照顾着点，爸这边有我看着你就不用操心了。”萧初然这才回过神来，一想到妈妈还断了条腿，坐着轮椅，便连忙说道：“那我先上去看看，你在这照顾好爸。”说罢，又对萧长坤说道：“爸，不管怎么样，从现在开始，你不许再抽烟喝酒了。”萧长坤表情郁闷至极，刚想跟女儿犟2句嘴，但是又看了看旁边的叶晨，于是便对萧初然说道：“好了，我知道了，你赶紧去看看你妈去吧，你妈咋回事儿？腿又断了。”是。萧初然叹了口气，妈在纽约玩的时候不小心摔了一下，旧伤复发了。狗屁！萧长坤撇嘴，不屑地说道：“什么旧伤复发？我看你妈肯定是得罪了人，让人给揍了，我还不了解她。”萧初然一脸认真地说道：“爸，你别瞎说了，妈前段时间吃了不少苦，有机会我再慢慢跟你说吧，我先上去看看她。”说完，萧初然赶忙去了电梯，上了3楼。见萧初然走了，萧长坤眼睛通红，一脸委屈地看着叶晨，控制不住地哽咽道：“叶晨的好女婿，爸失恋了，晕。”叶晨无奈地摇摇头，问他：“爸，你啥时候练的？跟谁练的？我怎么不知道？还能有谁？”萧长坤抹了把眼泪，哽咽道：“当然是你韩美琴韩阿姨了。”叶晨皱眉问道：“你俩不是知己吗？什么时候在一起了？”萧长坤连忙解释道：“没在一起，我这不还没跟你妈离婚呢吗？”叶晨无奈道：“都没在一起，又算是师的哪门子恋呢？”萧长坤感觉似乎受到了羞辱，连忙红着脸据理力争道：“我们2个人心里一直都有对方，就他刚回国的时候，有一次他和他的儿子保罗来咱们家吃饭，你记得吧？”“记得啊。”叶晨随口道：“那一次不就是老同学之间的聚会吗？有什么特别的？”萧长坤一本正经地说道：“当然特别，
你是不知道那天我们在厨房里，我深情告白了，不光是深情告白，我还抱他了呢，他也抱我了，是吗？叶晨好奇地问。然后呢？你俩在一起了没？肖长坤表情一下子沉了下去。难道我这不是一直没敢跟马兰离婚吗？你韩阿姨一辈子清高得很，当年明明她才是我的女朋友，明明是马兰趁我醉酒跟我发生了关系，可她却选择把我让给马兰，一个人去了美国。她虽然回来了，可我跟马兰一天没离婚，她也不可能跟我在一起。说着，肖长乾又感叹道，其实你韩阿姨刚回国的时候，我只要是敢跟马兰离婚，那她肯定就跟我在一起了。可是我这个人怂啊，我怂啊，叶晨你知道吗？我他妈的怂成狗了。马兰冲我一瞪眼，我他妈叫都不敢叫一声。我要真跟他提离婚，他还不拿刀跟我拼了？叶晨微微一笑，安慰道，爸，你自己都说了，你俩都没在一起，也就谈不上什么失恋不失恋了，所以你也不要这么消极。而且就算你们俩做不成恋人，还可以做朋友嘛。如果你真想跟他做恋人，那你也可以慎重考虑一下，做个选择。肖长坤悲痛欲绝地说道，哎呀，叶晨，你不懂，现在已经没有我选择的机会了，你韩阿姨跟别人在一起了。叶晨眉毛一挑，惊讶地问道，韩阿姨跟别人在一起了？不会吧，她不是一直喜欢你吗？肖长坤几乎想死一样的哀叹道，她是一直都喜欢我，可那也是之前了，现在人家已经有了另一半儿了。叶晨八卦地问道，另一半儿是谁啊？韩阿姨在中老年群体里绝对是顶尖的出类拔萃了，而且又是见过大世面的人，什么人能让她心动啊？肖长坤郁闷不已地说道，一个金陵财经大学的教授，妈的，也是留过洋的，俩人共同话题很多，而且他跟你韩阿姨一样也丧偶了。说着，肖长坤忽然想起什么，脱口道，哎呀，那孙子你见过啊？你记不记得有一次你韩阿姨病了，我去给她送饭，结果她拉着我就非要去江边跑步，完事你也去了，咱们仨正要走的时候，遇到一个也在跑步的教授，还当过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，姓贺。叶晨惊讶地问道，贺远江？是。肖长坤咬牙切齿道，就那孙子。本期视频结束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精彩内容。